岸田文雄政府声称，美国与日本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合作，目的是为了维护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您对此如何看呢？其实，日本所说的全球南方，实际上是包括了亚非拉以及南太岛国在内的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我们知道，过去的美日，尤其是二战后的美国，其外交政策是带有明显的嫌贫爱富倾向的，也就是普遍忽视了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存在。而且跟亚非拉相比，南太平洋上的岛国就更加不受重视了。因此，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事出反常必有妖”。美日突然之间对全球南方国家如此重视，这背后的动机显然是非同寻常，是在下大棋、布大局。而且我认为，美日的这个动作绝对不是像岸田政府声称的，是为了维护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恰恰相反，他们是为了改造甚至颠覆二战以后由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的特点是，进一步强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同时企图削弱中国与俄罗斯在这个秩序中的影响力，甚至是把俄罗斯排挤出联合国安理会，由日本、印度、德国等国家取而代之。但是美日清楚地知道，要改造和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光是西方国家抱团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拉拢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以及南太岛国。因为在联合国大会就重大议题进行投票表决的时候，这些国家手上掌握着2/3以上的多数票。当这些亚非拉与南太岛国站在中国与俄罗斯一边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绝对占不到半点便宜的，更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现有的世界秩序。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来号称为全世界头号所谓民主国家的美国，却对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提法既爱又恨的原因。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日本才在外交上摆开了架势，准备跟中俄展开一场全球南方国家外交争夺战。这场争夺战的最终结果将决定未来联合国改革方向，决定日本、印度、德国等国家能否入常，以及未来全球秩序的最终走向。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忘记了朝鲜战争，但中国却记得。您对此如何分析？这是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智库研究员艾伦麦克林联合撰写的一篇奇葩长文。加拉格尔是谁呢？他是共和党掌控众议院之后新成立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众议院不折不扣的所谓反华派的大佬。名头响亮的外交事务杂志看来呢挺看重此文，昨天一度在网站将它推到了头条的位置。文章英文标题呢收录在此 Why America Forgets and China Remembers the Korea War。 反华派议员此文为何奇葩呢？请看他为朝鲜战争总结得出的美国所谓3大主要教训。第一，华盛顿绝不能忽视威慑和战备，要始终做好战斗的准备。第二，政治和战斗始终是紧密交织的。第三，一旦战争爆发，过度的自我克制可能会招致进一步的侵略。最不能容忍的是，加拉格尔此文还加了一个副标题，直接关联台海。他的原文表述是 The struggle over Taiwan。 加拉格尔他大谈所谓的涉台斗争，正是此文的奇葩所在。与其说加拉格尔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更不如说他是在赤裸裸的在宣泄反华情绪，是在借朝鲜战争的历史教训来说事儿，再打所谓的台湾牌，所谓的威慑中国牌。有加拉格尔这样的反华派议员扰攘华盛顿舆论场，那么奥姆的理性呼吁呢，注定是离流入海。至于中国人如何纪念这场战争，得出哪些血与火的历史经验，那么中国最高领导人说的再明白不过，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下不倒、压不垮的。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事实上，中国最高领导人在那一篇重要讲话中也明确涉及到国家领土主权议程。那么这一段讲话呢，无疑是对加拉格尔们滥打台湾牌的最有力的回击。我们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7月27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谭克斐大校就近期多个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近日，俄罗斯军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组织的北部联合2023演习。在连续4天的高强度演习中，中俄海空兵力共同完成海空护航、威慑驱离、综合防御等多科目演练。谭克斐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这充分反映了双方战略互信水平，进一步巩固了中俄两军传统友谊。7月20日至23日，俄罗斯军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在日本海中部组织的北部联合2023演习。中俄双方共派出10余艘舰艇和30余架飞机。此次演习以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为课题，围绕相关科目进行演练，并接续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充分反映了双方战略互信水平，进一步巩固了中俄两军传统友谊。中方愿与各方不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积极贡献力量。7月11号至12号，北约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峰会。峰会发布公告声称，中国正在迅速扩大核武库，并使其多样化，敦促中国提高核透明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在日前渲染称，北约对中方大幅提升军力、扩充核力量表示关切。谭克斐在记者会上表示，北约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核武库、奉行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军事集团，一再渲染炒作所谓中国核威胁，充斥着混淆是非、恶意诋毁的言论，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我们敦促北约摒弃过时的冷战思维，停止编造虚假叙事，以实际行动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此外，美国近期也加大与台当局勾连力度，进一步加速对台售武。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加快对台提供不对称武器、邀请台参加环太军演等内容。7月上旬，美台举行的蒙特雷会议也就台湾采购美地对空导弹系统达成一致。谭克斐指出，美方长期频繁实施对台军售，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绝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台湾的安全取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任何鼓吹加强美台军事联系、对台军售的言行，只会推高台海紧张形势和冲突对抗风险，本质是在害台、毁台。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不要在台湾问题上一错再错。谭克斐强调，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勾连外部势力，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弹药库。事实证明，台独和外部干涉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的最大祸患。中国人民解放军密切关注台海形势，将继续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